谁为爱世人愿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位於中國河北省，由德蘭會一班修女所創辦嘅黎明之家，為當地嘅殘障孤兒帶嚟溫暖同希望。黎明意思係為呢啲小朋友帶嚟生命嘅曙光。不過曙光出現之後，仲有一大段人生嘅日子係需要繼續行落去。所以除咗令孤兒得到溫飽之外，修女亦努力咁為佢哋提供康復訓練，去提升佢哋各方面嘅能力。我们康复站的开始可以说从98年从98年就是实际上还是这康复站还没有开始，而是那些脑瘫孩子在孤儿院，他们已经出现在孤儿院。脑瘫孩子在我们孤儿院占的比例比較大，然後並且是他們的發展空間也比較大。腦癱亦即係大腦麻痹，係胎兒喺腦部發展期間，因為各種因素所造成嘅身心障礙嘅統稱。呢啲小朋友嘅感官發展同平衡力欠佳，喺智力、認知能力、語言能力同學習能力方面都可能有缺陷，亦可能有癲癇、視力或者聽力障礙等等。喺黎明之家收容嘅棄嬰之中，腦癱兒童佔40%以上。所以德蘭會嘅修女喺2006年開辦咗黎明之家康復站，為住喺黎明之家同埋住喺寄養家庭嘅孤兒以及貧困家庭嘅腦癱兒童提供專業嘅腦癱康復治療。住得近嘅可以日日嚟，住得遠嘅仲可以為佢哋提供短期住宿服務。就是好像家的那種溫暖，有洗衣機，有那個被子、褥子。不用來的時候不讓他們帶那麼多的東西，帶的孩子還有不方便嘛，有的離得近吧還稍微好一點，遠的就是不方便，帶東西不好帶，就是盡量就是給他們這一方面的幫助。有時候看他們吃飯的時候，尤其是這個媽媽帶的2個孩子吧，一個人不好弄，就是我們修女啦，還有老師啦。還有他們的在這住院的都是幫忙，給他幫忙推孩子啊，就是孩子就是有什麼需要能幫的，就是給他們幫忙。喺呢度站住嘅其中一位媽媽有2個小朋友，同時都有腦癱嘅問題，但係佢依然冇遺棄佢哋。有咗黎明之家，佢哋嘅將來就有希望。希望也就是看看這2孩子盡量能走路，能自理。這家裡人負擔也還輕點兒，要不反正一個人就得在這兒守着他們，什麼也不能幹。佢哋嘅希望喺我哋嘅眼中可以好簡單，但係對呢啲小朋友同佢哋嘅父母嚟講，就已經係一份恩賜。
来到我们康复站的大部分都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呀，比较就是说程度比较重的那些，所以他们就是说一般知道我们这里的都是比较晚的，就是才都是来我们这做康复。然后他们到我们这做康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因为就是感觉到我们给就是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呀或者是医院呀不同嘛，他就觉得因为在医院就是给你孩子做康复，而且还是说在你有钱的条件下给你做，所以他们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就是说在给他们孩子做康复，如果就是他们家里实在就是條件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也會就是想辦法，我們也讓別人來幫助我們，再幫助他們。住喺康復站附近嘅劉媽媽有一對龍鳳胎，好不幸，佢兩個小朋友都有不同程度嘅殘障同智障。黎明之家俾到佢哋好大嘅幫忙。剛來的時候，我們的女兒就連爬都不會爬，對了2周以後，我們就自己會爬了。我覺得這個媽媽是非常偉大的，她有2個這樣的孩子，沒有把孩子放棄。因為我們孤兒院有很多孤兒嘛，我覺得這個媽媽能夠帶着2個孩子一直堅持康復，是非常值得鼓勵的行為。我的女兒吧，那個生活自理，她那個對她她生活，因為她行動方便，她以後她的生活會很快樂，因為她可以出去玩，開闊自己的眼睛。我的兒子吧，因為他的那個能力不好，只有別人幫助下才能出門給別人接觸，所以我就想讓學點文化，以後可以看書呀、打電腦呀、玩遊戲呀，只是讓他的生活會以後更快樂些，多些色彩，不至於他什麼都不會，也沒文化，看電視也不知道啥，玩電腦也不會，一個字也不認識的。我就想他以後能夠生活得快樂些。一班冇醫療護理背景嘅修女，要幫腦癱嘅小朋友做康復訓練，最初只係靠住愛心同耐性慢慢摸索。後來修女開始接受一啲短期嘅培訓同相應嘅專業進修，使佢哋能夠為呢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提供更專業嘅訓練。2004年的時候，我是和其他修女出去，然後在北京接受2年的一個特殊教育，在大學裏面進修，然後還有去實習。在重慶連續學了3年的這個語言治療，然後又參加一些北京的一些機構的一些培訓，比如說到中康，中國康復那兒，做過一段時間的那個實習。從06年正式的接觸這個物理，後來呢就是重慶那邊有這個學習班，一直就是也需要這一塊，孤兒院的孩子也需要這塊康復，就把我派到在重慶那學習，也是短期的培訓。修女掌握咗康復治療嘅知識，就可以更有系統咁為唔同嘅小朋友設計適當嘅康復治療方案，唔再係好似開始嘅時候摸住石頭過河。因為腦癱孩子主要他的障礙就是他的運動障礙，他是中樞神經受損，他的運動障礙是為主的。然後作業科呢，就是他的生活自理啊、手功能、精細動作，這是他的這個手功能發展，還有他的娛樂呀、他的學習。然後語言呢，就是說他的認知啊、他的交往啊、他有構音障礙的一些治療。基於康復療程同埋生活上嘅需要，唔同殘障程度嘅小朋友係需要適合嘅設備同埋儀器去幫助佢哋。喺資源有限嘅情況底下，修女唯有想盡辦法為小朋友提供所需嘅器材。站立架是我們自己做的，但是那個樣子嘛，大概取着就是大概看看他們的樣子，我們就做成自己能夠做的。因為有一些我們是做不了的，但是看到我們能做的，做成就是一些是我們做的。因為這樣也比較便宜，所以站立架是，比方說擺位椅呀，比方說滾筒啊、吸星墊呐，這些輔具都可以做。是其他的，比方說波波斯球啊，還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說輪椅啊，有特別的一些助行器啊，是買的，是購買的。器材係硬件，利用器材設計適當療程，治療人員嘅專業知識同投入就係軟件。黎明之家嘅修女都會細心觀察小朋友，去為佢哋度身訂造合適嘅訓練。因為我是運動治療師，我首先要看他的運動。
到了哪个阶段。比如说他是走过来进了教室，还是他妈妈抱着进来的。如果他是走来的，先看看他的姿势走的稳不稳，两个脚放的平不平，两个腿一般长没有啊，然后看他的手他的姿势，他是握着呢还是很自如的进来的啊，然后再看看他的表情，他是非常害怕还是非常快乐的进来的。透过他进这个教室，从他进门到他来垫子上，我几乎就可以斷定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除咗對小朋友嘅行為同認知嘅觀察，治療人員有時仲要作出更深入嘅評估。當他玩的時候，孩子玩玩具的時候，你能很容易看，就是留意到他的觸覺的好不好，他的靈敏度。他或者比如有的孩子觸覺很敏感的話，他不會碰那個玩具的。你給他什麼，他都刷，他都扔了。你給他一個那個東西浮的東西，他不敢摸，所以這肯定他那個前庭呀，整個感知覺這塊都會有問題的。經過2周的一個情緒穩定，一個情緒特別的一個用這種特殊方法的一個治療吧，孩子一般就是說從開始來了，有時候就打人。打小孩、打人都有的，然后就经过这种治疗呢，他首先从情绪上能够跟别人能够相处，然后这个情绪越来越稳。他有的孩子就是情绪高，但是他认知能力也有，像这样的孩子进步都比較經過情緒管理就比較進步比較快。為小朋友提供情緒治療，除咗幫到佢本身之外，更為小朋友嘅家人大大減輕照顧上嘅壓力。呢位媽媽感受就最深。他就是早產6個月生的，生下來醫生就勸我們不要要了，是吧？不到2斤，反正不會喝奶，都是用那個八寶粥那個小勺一勺一勺的餵，反正生命力挺強的。語言不太好，想表達他這個嘴是吧，不那麼靈活，表達不出來。就是以前他那個，一直訓練，一直是哭，一直哭1節課。他就是那也沒多大進步是吧？現在是吧，就是上課不哭了，就是也算是進步吧，是吧？大進步吧，姑姑們挺細心，挺耐心的，但是。也不嫌麻煩，指導他是吧？就是不在這上課之後，他就是告訴你怎麼回家練是吧？有什麼活動啊，他就是照顧的是吧？他就告訴你讓你過來。對家庭吧，他知道孩子怎麼去康復是吧？怎麼去以後生活啊，都是告訴你是吧？開導你們接受現實啊，這個是吧？喺農村。屋企裏面如果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係一個好大嘅負擔，有時更加會被人歧視，對呢啲父母造成好大嘅壓力，令到好多殘疾兒童被遺棄。所以除咗為小朋友做康復訓練，修女亦都好着重對父母嘅支持。我們就是帶那個家長互相分享呀，或者是帶一個活動呀，讓他們坐下來，就是分享他自己的感受，他的壓力呀，就是也是說也算是家長的一個減壓活動吧。然後就是我們也會找一些義工呀，給他們看孩子。這個時間呢，就是這1個小時呢，就他們不用帶自己的孩子，就是專門就是很放鬆的去玩一玩，去分享。然後他們就覺得來我們這之後呢，就覺得給別處不一樣。他說：“你看，你們不僅關心我們的孩子，還關心我們家長，甚至有時候我們就是說，知道他家長就是壓力很大的時候，我們也會就是在就是不上課的時間，抽晚上的時間，給他們座談呀，分享呀，陪伴他們呀。”所以他們就是感覺到好像就是說，一方面是就是說心靈得到了放鬆，然後得到了支持，孩子呢也做了康復，他們就覺得我們在社會上從來就是在別處得不到的東西是在這裡得到的。以前在家裡嘛，這樣特殊的孩子就少，這
这样的家长都有一种压力，都不愿意带孩子出去，嫌别人那个看笑话的、好奇心的那种看我们的孩子，就很少带他们出去。然后自从到了康复站以后，看那个老师这么好，那个有这么多孩子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心里还压力还小，覺得那個跟家裏在家裏生活的情況不一樣。家長嘅壓力得到舒緩，就會變得較為積極同正面。黎明之家嘅修女就會進一步教導呢啲家長照顧特殊兒童正確嘅態度同技巧。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在给他们就是灌输一些，就是这些孩子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孩子的未来。你不要想着就是说要有2种方式去对待这种孩子，一个不要就是说避免2种极端，一个是就是说我要投入就是全部的精力啊，就是说全部的精力去投入这孩子的康复，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正常，这是要避免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你不要说因为孩子不能够，所以你要放弃了孩子这样的，就是说你要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的责任，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们这2种，就是避免这2种极端。像这个孩子看到他很聪明，妈妈就想怎么样的让他去学习文化知识，让他将来能够去更好的生活。所以说我这些是比较感动的啊。这个妈妈她的思路很清楚，然后这个我们跟他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们的一些康复理念啊，孩子未来生活这些，我们在跟他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能够接受我们的一些理念，还跟我们配合的也蛮好的。修女令呢啲處境相同嘅父母建立起一個互相扶持嘅團體，大家就好似一家人一樣。家長之間呢也是互相支持，就比方有一個家長需要出去買點東西啊，另一個家長都很主動的我給你看孩子，然後或者是有需要幫助的雙胞胎，他一個媽媽帶2個孩子的時候去廚房吃飯呀，他就說哎來我幫你推這個孩子，然後他的孩子就是說也能都是得到幫助呀。黎明之家除咗令小朋友同佢哋嘅家人得到生活上嘅改善，喺心靈上亦不經不覺咁漸漸令佢哋感受到天主嘅愛。呀，給我印象，我第一次見他們，呀，看着他們那麼乾淨，就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只是穿的乾淨，人家就從來裡到外都是那麼乾淨，那麼高，那個清高的那個，好像是不容易接近的，好像是難以接近的。哎呀，過一段時間，哎呀，看着修女們都跟我們平常的人還和藹可親呢，都是說話那麼好，修養那麼好。開始的時候不是介入信仰，是慢點兒，就是他們就感覺我們好像跟別人不一樣，然後他們就開始問，他們在問的時候，我們才給他們。有的他們就覺得，你看你們跟別人不一樣，你們為什麼就是選擇這份工作呢？我們就告訴他們，因為我們有信仰，所以為了我們的信仰，我們才選擇這份工作，我們才做這份工作，所以他們就覺得對我們的信仰很好奇嘛。當他們主動的來要求讓我們就是給他分享一些信仰的東西呀，或者是他渴望就是了解教會呀，我們才會給他們講。修女雖然唔會主動向佢哋嘅服務對象傳教，但係好多接觸過佢哋嘅人，往往會被佢哋無私嘅愛所感動，而希望認識天主，繼而領洗，加入天主嘅大家庭。09年我們領的洗入的修會，入的教會啊，心裡有了安慰，有了寄託，有個親人可以依靠的那種感覺，絕對不是說以前剛領洗的時候那種是信仰，特別信他，以他有能力啊啥我覺得就是跟我們的親人一樣，找到了依靠。有家長願意領洗，修女當然高興。不過個人嘅信仰選擇並冇影響到修女對大家一視同仁嘅關愛，呢一點令家長更加敬佩。不是領洗不領洗的問題，不領洗的時候，他們也是對我們這些家長特別照顧的。領洗以後吧，他不說教育不教育的問題，他都是一視同仁的照顧我們家長，不是教育的，以後他們也是一樣的關心的，不是說只是對我們教育的。劉媽媽兩夫婦被修女嘅言行所感動，先後領洗成為天主教徒。佢哋嘅龍鳳胎喺黎明之家接受康復訓練期間，劉媽媽發現自己再度懷孕。佢哋擔心唔能夠負擔多一個小朋友，
曾經打算墮胎，但係修女令佢哋打消咗呢個念頭，保存咗一個小生命。那时候啊，才入教，那个教会的信德不太好，所以因为生活的负担，所以想流产，那不想因为生孩子，因为带他们太累了，已经流太累了，家庭条件也不好，那个修女们就开导我呀，得想办法的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留下这个孩子，一直我就在康复站住了就是4、5个月。一直没回家。以前呢，就是做1个月的康复就让我们回家了，因为他们怕我那个意志不坚定，流产了，一直让我们就在康复站待了连续5个月，所以留下了我们的那个小女儿。现在挺可爱，别人见了都说呀，你这个命是多少人保下来的性命啊！她也一直特别乖，特别听话的啊，跟别的孩子那个独生子女啊就是不一样。对，因为那个家里孩子多，特别听话，不用我那个不用特別的一個人照顧他，那個管他，從小就是這樣的。黎明之家其中一個使命就係要喚醒社會對殘障人士嘅關注同接納。呢一晚，佢哋就應當地政府嘅邀請，參與一個關注腦癱兒童嘅晚會，有唔少黎明之家嘅小朋友參與演出。除咗令佢哋嘅能力得以發揮之外，更重要嘅係令觀眾體驗到每一個人無論身體狀況係點，都係社會嘅一份子。康復中心嘅運作需要唔少開支，而大部分受助嘅家庭都係貧苦嘅農民。修女為咗要減低受助家庭嘅負擔，往往大傷腦筋。家長就是修女們那種慈心都很大，都憐憫心也很強，所以說家長們的痛苦在我們心裡確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就覺得一個收費的問題很高的時候，就是修女們就特別的壓力很大，因為看到家長們都是在訴苦嘛，然後看到他們就說一個收費的問題有點提升的時候，他們有的就睡不着覺啊，然後就很痛苦，所以這些都在我們修女心理上印上一個就說一個壓力。經費雖然係修女要面對嘅問題，但係佢哋憑住信德，仍然繼續發展黎明之家嘅各項服務，悉心照顧被遺棄嘅殘障嬰兒，盡心盡力咁為佢哋嘅長遠生活打算。德蘭會嘅修女所做嘅呢一切，都係懷住一個信念。我們是一個修女，我們真的是在為天主服務，也真的是這種愛心。我覺得每走一步，都有天主的帶領，特別讓我們的信心更加堅定。服務孤殘兒童已經成為德蘭會使命中嘅一個重要部分，喺服務弱小者身上實現神恩，喺專業上不斷咁追求進步，效法修會嘅主保聖女小德蘭，以不平凡嘅心做平凡嘅事，為弱小嘅弟兄帶嚟愛同希望。黎明出現，陽光燦爛嘅笑容喺主愛當中展現喺每一位小朋友嘅面上。如果你係粵曲發燒友，一聽到查督撐嘅聲，一定精神為之一振。粵曲歌唱家鄭寶儀老師點解咁醉心福音粵曲呢？咁就第一可以幫教會啦，第二呢能夠揾啲新血推廣下粵曲。你想唔想了解鄭老師點樣借住粵曲為慈善同埋福傳出一分力啊？請留意呢一個星期嘅愛常傳。
人願捨身。這禮物化作活存的心靈，幸福是接受和活出這禮物的真諦，教我學習愛到痛時就如遇見主。人一生最如緊，豔陽縱使多耀眼，如若沒愛，彷彿天空阻隔了光線的障紋。請潔淨我心眼，長留着愛的恩泉，清澈璀璨。